问啥事儿心里有压力啊？催生，就是逼你生孩子是这意思吗？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你就是给他爸妈说一下，他好像不愿意开口，然后我就找他爸妈谈心，我说爸妈，我说我们坐在一起谈谈心吧。刚坐在那里没说2句，我老公就让我闭嘴，然后我说我又不给爸妈吵，不给爸妈闹，为什么让我闭嘴？我说一句话怎么了？连一句发言权都没有吗？我老公说你再说我给你送走，然后我婆婆就说俺家人都对你不好。第2天早上，我公公就问我要彩礼。你公公问你要彩礼，退婚是这意思吗？我们在一起的彩礼钱一共是5万7千块钱。我们创业的时候，我自己的存款就有8万。当时，因为他没有来过外地，他身上带了3000多块钱，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。不，等，我相信你内心是委屈的啊，但是这个委屈来自于什么？你能稍微的清晰的表达一下吗？你是觉得他们家人对你不好是吧？你是觉得你没有嫌弃一个男人跟他在一起生活？不是，我没有说他爸妈对他不好，只是他爸妈说话总是太伤人了。然后我老公又没有主见，包括就是办婚礼的时候要买家具，都要买他姐姐喜欢的。那你后来听没听他的呀？就买家具是买的他姐姐喜欢的。啊，所以实际上面，你觉得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，你的日子被很多人支持着过，是吧？没按你的想法过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你看我们在外地6年，1年回1次家，没有在家里2个月甚至1个月都没有。这个矛盾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就是他说跟家里闹矛盾是吧？我说我们在外面也干了很多年，咱们买个房子过我们2个人的生活，但是他都不愿意。他每次不愿，就是去年年初让他妈妈来了之后，发生了一点小事，就是我们招工，然后工资是计件的。我老公问我工价是多少，我说你天天招人呢，你不知道工价多少吗？然后我婆婆就接一句，你就认命吧。当时说这句话我噎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就这样子。当时我躺了3天没有吃饭。啊？就这事儿你躺了3天啊？你气啥呢？不就婆婆说了一句话，你对我儿子好点，别那么凶嘛？翻译回来是不是这意思？那你为啥就气了3天起不来床了呢？从成全也不理我。那你不理我，他们不理你，干嘛老是怪我呀？而且那段时间之后他就不理我了，我给他发短信呢，打电话他都不理我，还跟他前女友聊起来了。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我总得找个人倾诉一下吧。你找谁倾诉不行？你干嘛找你前女友啊？那我能找谁呢？你说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真的就是我们班虽然女生多，基本上都是不怎么说话了。然后跟男生说，我怎么好意思说这些事儿？我想来想去，也就还能和他再说一下了。反正你找谁就不行，不能找你前女友。你知道他后来做了更过分的事儿，这就是因为这事儿嘛，他怀疑我，然后说你必须得叫出来，把你的女朋友叫出来，咱们仨一起吃个饭。干嘛呢？说我的情商肯定能和你前女友成为好朋友，没问题。如果你不叫出来，你就心里有鬼。我就是想测试他心里有没有鬼，如果他心里有鬼，肯定不敢约出来。把他前女友约出来吃饭。那我到最后不是约出来了吗？约出来之后你呢，那么冷淡的看着人家，我想前女友我能好眼色看他吗？那如果你那么冷淡的看人家，那么臊人家，你还何必叫人出来呢？弄得我两面都不是人，这样真的让我很尴尬的。那你就不能理我吗？你要理我的话，我也不至于翻你手机知道你跟你前女友聊天了。就是这段时间之后，我好长时间就是没理他嘛。后来您知道吗？他就把我银行卡里所有的钱都转走了。不是，他怎么会能转你银行卡的钱？就是因为不是的，当时他追我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让我放心嘛，就把银行卡交给我管理了。然后他还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里面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然后这段时间他老是不理我，然后我想把钱转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他理我嘛，因为毕竟刚开始是他追的我啊。然后呢？你说他把我所有的钱都转走了，我一个月就那么2000块钱生活费，1分钱都没有了。平常我之前有就是用个支付宝什么的就弄出来了，因为我们大学周边也不用什么现钱嘛，就是支付宝或者是饭卡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他这倒好都给我弄走了之后，就还剩饭卡那几十块钱。
根本这1星期都过不了。回来之后还是和我那个舍友借的钱，吃了1个星期的泡面。之后你不把钱又转走了吗？那我还不转走，都快那个寒假了，我连买车票钱都没有了。就因为我把钱转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去了我们班，然后当着全班的面和我吵，就因为这点事儿。吵什么呀？就是说啊，你看根本都没有关心过我啊，不担心我这怎么过这些日子。我当时就是想让他哄哄我，每次都是我哄，每次都是我哄他。尊重是人生课，不投机取巧也是人生课。希望你们快点长大，剩下你们自己考虑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吧，就咱们在一起是没有什么主体的矛盾，还是就是你觉得我可能性格上有一些缺陷，最主要问题是这个，然后你还可能觉得我工作可能不太体面，那我以后会慢慢的改吧，啊，希望你再给我个机会吧。我就希望你就只对我一个人好，我比较自私，我就想让你对我一个人好，你就是跟你身边那些人保持距离。然后该删的就删，行不行？我都说了好多次了，咱这次真给他们删了，行不行啊？考虑考虑。要求其实不高嘛，女朋友啊，清理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让你删你不删，对不对？挺意外的，我感觉吧，他可能还会出来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生气了，回去我再用我的方法追试。方法，你这招已经不好用了，一犯再犯，他的底线是什么？你还听不懂吗？我会改的，小朋友啊，我会改的。小朋友看马戏，看小丑都乐；成年人看马戏，看到小丑，是自己对生活心酸的那点反馈和咀嚼。你的女朋友长大了，你觉得你还是演那个小丑，她会怎么看呢？谢谢你能到来，请回。一点好处没有，你也得不到它，同时你也不是去爱它，你只是被自己这种感觉、自己这种付出感动而已。好好思考一下，在你做动作不对的情况下，在屡次这个姿势都不对的情况下，想想为什么。而且啊，你要感谢他，让你认识到惯一个女生是得不到爱的。第二一个，让你知道如何去爱。第三，他让你自己的形态修了边幅，然后也让自己有了提高，你从中是得到的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寄托，我不想失去他，但我也不想失去我的女朋友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支持我、理解我。哦，那你给排个序呗，未来女友说唱你咋排？这是女友的排序嘛？未来我和说唱嘛，你排一个嘛？说实话。未来女友说唱，就是他怎么选你就怎么选是吧？这是真实的答案吗？是。我怎么觉得是说唱女友？不是哈，不是，理解错了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各位老师，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其实男人和女人在爱情当中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女人希望被宠爱、被关注，男人对于爱情的心理需求和他对于其他事情的心理需求并无二致，价值感。但是在这段关系当中，男生感受到的价值对于女生来说是一文不值的。我特别想问女生，你到底喜不喜欢说唱？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也不讨厌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个因为喜欢说唱而在一起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成立的。你不喜欢他的说唱，你也不喜欢他的这个人，他的衣食住行，他怎么样吃东西，怎么样走路，都不是你喜欢的样子。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呢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的本身脾气是比较大的那种，他就是
特别包容我。你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在一起？你刚才讲说，因为她给你好吃的，她照顾你的生活，你生病的时候她去照顾你。我听起来，你妈妈也会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恋人之间的相互欣赏的状态啊。我一眼望过去，说句实话，你俩根本就不搭，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然后因为一个误会相遇在了一起。他不喜欢啊，他不喜欢说唱啊，化解了这场误会吧，然后去寻找属于各自的幸福。祝你们各自安好，谢谢。他觉得他被算计了，好吧，你说别人算计了你，那请你展示你大好的抱负和你的努力。3天的工作要有4天的时间来缓解，一大个子我都想不出1.9米的个子全在一个沙发上玩手机，好意思吗？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女生，我认为她不是说着好玩的，她绝对不是仅仅是对于你威胁而已，只不过是那种诱惑还不够。如果那种诱惑够了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，傻姑娘？你还笑呢？所以说，看一个男人，只要看他最关键的时候，一个是落魄的时候，一个是成功的时候，一个是受诱惑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是跟你经历苦难的时候。他没法跟你共苦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是说你难听一点，人家父母给你安排好了一份面试工作，你自己没有面试成功，你应该自己感觉到不好意思才是。你还怪别人，说别人没有把关系做足够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姑娘，只希望你看清楚了，该走就走。至于男生，只要你的志气有你身高的1半，你就算是改变了，有点骨气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就这样吧。男生就记住一点，这个生活没有白来的，记住了。